如果说豌杂面是一种思路而不是一种限制，那么这几位仁兄应该也能做出浓郁美味的意面吧。 OK， 先来炒杂酱。不好意思，是意面酱。牛肉仍然用的是这种夹杂了牛油的，所以我只加了一点点植物油在锅里。看，炒着炒着油比刚才多了。现在牛肉已经炒得差不多，加入洋葱碎。有没有发现古早的一些韩剧里，主角每次一做西餐就是在切洋葱，很佩服他们都不流泪的。反正我是含泪切完。再来点蒜末。牛肉已经充分炒香了，加入番茄。今天全都是用新鲜的，没有罐头也没有番茄膏，所以颜色肯定会差点意思。我加一勺细辣椒面进去，这种我觉得没什么辣味，有辣味也无妨，不过有一种杂酱的气质。我还完全没加过水，肉酱就已经是这个状态了。丢2片香叶进去，加盐、黑胡椒，我要多加一些，黑胡椒在里面很解腻。好了，看这个状况也不需要加水，就开最小火让它这么炖着。至于豌豆的角色，就让这一位来扮演。它和新鲜豌豆都是绿色系，却没有麻烦的煮熟过程，可以直接成为酱。滑铁卢虽迟但到，朋友们，这是什么钢铁牛油果吗？亏我还换了一个还好人类还有其他工具。吃起来倒是还正常，就是水分莫名的多，这种感觉也不能再继续放，再放也不会熟，只会坏掉。头一次买到如此失败的牛油果，要么就是我判断它熟的时机有问题，所以才要在这儿靠苦力偿还。还好蛮力是有用的不敢相信我在干嘛，但目的还是达成了，只能说，甚至还保留了传说中的颗粒感。来转换一下心情，香油的部分就用油浸番茄来扮演，它不仅提供油，还能提供丰富的口感。但这个太大片了，让我怀着店员给你剪烤肉的心情，把它剪得小小的。最后打捞一碟小配菜，墨西哥泡椒。虽说不来自四川的老坛子里，但人家也同为酸酸辣辣的泡菜，适合担此重任。每次吃到没有泡菜的面馆，简直让人怀疑人生。来看一下我们肉酱怎么样了。美味。那我就开始煮面了。先烫一下西兰花苔，勉为其难的扮演豌豆尖的角色。意面用的是这种螺旋的，它的表面比较类似宽面。开始组装豌杂面，先捞上几勺令饭馆侧目的大量肉酱，再来上费了牛劲弄出来的牛油果酱，最后加一些油浸番茄。只要做好肉酱，上菜就是这么飞快，甚至可以换成买来的意面肉酱，那简直就是不费吹灰之力。下面进入到顾客享用环节，看起来还可以。味道完全够了，虽然牛油果不够理想，还是吃得出一种浓郁感，而且真的有一点豌豆那种沙沙的感觉更像蚕豆。和只放了肉酱的对比起来，会有一点削弱番茄的酸度。我没在锅里把面和酱一起收汁，在盘子里拌的意面一般会有点水水的不扒味道，但这个不会，油浸番茄非常提味。但不得不说，吃着吃着还是开始有点腻人。大家可以根据对浓郁的喜爱程度来加牛油果，或者配上泡椒、泡菜啥的，又酸又辣，毫无甜味，和这种浓郁的面就是完美的搭配。